护士因为老公拔萝卜拔得不好，便为去买药，可卖药的老王却看上了她，给护士下了药，并且怂恿护士害死了她的丈夫。故事发生在周口，有人报警在湖里发现一具男尸，很快得知死者是李中平。警方迅速联系了死者的妻子，在医院做护士的张红看到落水身亡的丈夫，张红瞬间哭成了泪人。警方便开始询问她丈夫的信息。张红表示自己的丈夫是高管，每天忙于应酬，很晚回家，平时喜欢在湖边散步，可能是昨晚喝酒后不慎落水。经过尸检查出，死者的胃里含有安眠药的残留，生前并没有喝酒，是窒息死亡的。警方找到李中平的妻子，面对警方的审问，张红交代了谋害丈夫的事实。李中平虽然长相普通，但由于是高管，两人相恋，很快结了婚，从此过上夫太太的生活。但李中平经常应酬，夫妻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，结婚几十年也没有孩子。李中平拔了3秒萝卜后，张红就提议找医院的男科开点药。张红所在医院的男科主任叫姓老，叫王。当张红打开办公门的那一刻，就成了老王的猎物。虽然张红说是帮小叔子求药，但老王猜到就是为她丈夫开的，老王就留个心眼，只开了一些短期有效的药给她，为的就是让张红下次再来找自己。李中平当天晚上就和张红拔了一晚上的萝卜，但药很快用完了，张红就趁着老王值夜班，想让老王再开点药。老王就殷勤的先给倒杯水，在里面下了迷药。张红毫无防备的喝下了那杯水，很快药效就发作了。等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和老王拔了半宿的萝卜。老王花言巧语的迷惑张红，在那之后，两人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。可没想到老王玩真的，为了能和张红永远在一起，就开始想方设法除掉李中平。老王给张红一大瓶安眠药，要制造意外死亡的假象。张红回家迫不及待地将安眠药混在了饭里，看着李中平吃下了饭菜，在他昏睡后给老王打了电话。两人先是拔了一会儿萝卜，老王用枕头捂在李中平脸上，又把李中平丢进湖里，本想制造失足落水溺亡的假象，可没想到还是被警察查了出来。两人最后因罪受到了制裁，真牛逼。李中平就是个大傻逼，因不满媳妇生个女儿，就想摔死婴儿，更把过错归咎在媳妇身上，向媳妇举起镰刀。17年，山西的一个村子正在拆迁，挖掘机却挖出一具女尸。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，经检验，死者为20岁的女性，并且刚生完孩子。死者为本村1年多以前失踪的张红，智力有缺陷，家人一直以为她被人贩子拐走了，可没想到已经被害了，而且生前刚生育过。警方也在第一时间抓捕了发现尸体的屋主李中平，可李中平声称与自己无关，而他妻子抵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，说出了实情。几年前，李中平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，李家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现在断了香火，而妻子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。李中平也是终日郁郁寡欢，封建思想让他觉得对不起祖宗先人。就在回家路上看到邻居家的女儿张红，20多岁，智力有问题，言行像个孩子，可身体发育的都很好。见到四下无人，李中平有点上头，用石头砸晕张红，他又将张红捆绑后藏在了山上，到了晚上背回了家，把人藏在了地窖里。媳妇知道他想用张红再延续后代，表示反对，可李中平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张红帮他生个儿子延续香火，他媳妇也不敢再反对。张红被囚禁后，家人四处寻找未果，李中平囚禁了张红，每天对其拔萝卜，直到肚子大了起来。到了分娩的日子，又花钱请来了接生婆，他满怀希望的等在外面，可当他看到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婴时，万念俱灰，本想把刚出生的女儿摔死，最后被他媳妇拦了下来。绝望的李中平把过错都归咎在张红身上，趁着张红虚弱，李中平举起了手中的镰刀，最后尸体就地掩埋。不久之后，村里便通知拆迁，他没来得及转移，这才让人发现这具尸体，最终依法判其5年有期徒刑。意外闯入一片山林，却揭开了一段小日本残骸矿工的经历。因为老家盛产木耳，我爸那几年就倒腾卖赚点差价，可竞争也激烈，就打算在木耳上市之前到山上跟种植户定产量。我就嚷着也要上山去看看，去山上得坐1个多小时的山路，一路上颠得我屁股都疼的，总算是停了车。到种植户还要再爬几公里，我就后悔没在家老实待着，2条腿都要爬废了。总算到了地方，齐大爷把我们让进屋，2人就说起木耳的事。我当时渴得不行，就喝了1缸紫水，没多久有点尿急，齐大爷让我找个地方随便尿。我正尿着，瞅见一只兔子从眼前蹦了过去，提上裤子就去追，那兔子就往山上跑，我就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兔子钻进了被栏杆拦住的一片林子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，看着林子里空无一人也害怕，本来不想追，可那只兔子像吊着我的胃口一样停了下来，我壮着胆子爬了进去，可兔子却消失不见了踪影。我就在林子里找起兔子，走着走着，突然觉得有东西挡在我头上，我抬头看到的是双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吊死的人挂在树上。我转头就想跑，可一转身我就傻眼了，林子里全是上吊的人挂在树上。我当时一口气没上来就吓晕了，等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在齐大爷家的炕上。是我爸见我一直没回来，把我从林子里背回来的。齐大爷说这山上以前有矿场，
日本战败的时候，逼着矿工都在那林子里上吊，经常会发生灵异事件，所以才围了起来。没想到让我钻了进去。女生在草丛里方便一下，然后就跪在地上不停地扇自己耳光，而这一切都是跟我们村口阴森的桥洞有关。我每天放学会经过一个小桥洞，那天我和同学正在打闹，就发现在我们前面有个女生跪在地上不停地扇自己耳光，我就赶紧跑上前问问咋回事。跪在地上同学脸都被自己扇肿了，下手还特别狠。旁边的女生说怎么都拉不动，我就上前想拉一把，结果她的力气比我还大。因为我每天都听七七说李中平的故事，知道他不对劲我就往他家跑，就把情况告诉他的爸妈。他爸妈去了也是不行，怎么拉都拉不住。他妈就问一起的同学发生了什么事，同学就说他们走到那，女生想要嘘嘘，就爬到堤岸上草丛里方便。刚开始没觉得有什么，往回走时女生一直低着头不说话，接着就扑通跪在地上，开始扇自己耳光。这时女孩的奶奶端着一碗水走了过来，走到女生面前，把碗里的水泼到她的脸上。听说碗里是什么水饭，泼完女生就倒在地上，他爸就把女生抱回家了。奶奶告诉我们小桥洞不干净，叮嘱我们别乱动也别乱说话，说是桥洞曾经死过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酒鬼，一天能喝8斤。有天工友看他躺在石头上睡觉，等人过去的时候人已经被冻死了，临死手里还握着酒瓶子，工友就把他埋在堤岸上。由于年久没人祭拜，坟包早就平了，女生方便的地方就是埋她的地方。可没多久果然又出事了。那天我在家写作业，三婶敲开我家门，问我爸有没有看到三叔。三叔已经失踪几天了，我们一家都出去帮忙找三叔。后面小超市老板说三叔买几瓶白酒往小桥洞方向走了，可三叔是从来不喝酒的。等我们到小桥洞的时候，三叔已经醉得不省人事，10吨有几个空酒瓶。后面等三叔在医院醒来的时候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跟谁喝的酒。男人只是意气风发地开了一晚上黑出租，如今却沦落到躲在墙角里瑟瑟发抖。事情发生在10年邢台市东望镇附近，由于是城乡结合部，大多人是以种地打工为生。镇上有个叫李中平的青年，整天在社会上瞎混，游手好闲。可越是这种人，越是混得风生水起。就在大家都是拿个基本工资，他却买上了车。虽然这种事情让普通人心里有些别扭，但也只能脚踏实地的打工。而李中平自从买到车，整天就在镇上炫耀，还心血来潮的开启了黑出租。这天晚上，一个女孩从厂里出来，上了李中平的车，见女孩挺漂亮的，他就忍不住跟女孩开起玩笑。谈好价钱后，踩着油门就上了路。通过后视镜，李中平越看女孩越漂亮，两个人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。得知女孩是来实习的，本地没有亲人，李中平就起了坏心思，车子就朝着离村子的小路开去。到了一个田间小路停了下来，仗着女孩是外地人，李中平就哄骗女孩小路是近道。女孩下车前还说了声谢谢。李中平对地形很熟悉，这里是偏僻的小路，晚上不会有人路过，当即就下车跟在女孩身后，看时机成熟就扑了上去，接着把女孩拖进庄稼地里。满足了欲望后，担心自己的兽行被人发现，一狠心就把女孩掐死了。可人在做天在看，李中平有辆豪车的事情方圆100里都知道，村里的三叔要娶媳妇，就想用他的车当婚车。可这种能露脸又能赚钱的事情，之前李中平十分乐意干，可这次他母亲却说他最近不但没出门，甚至连饭都不肯吃了。说着就领着三叔往他房间走。李中平蜷缩着身体躲在墙角里，整个身体消瘦一大圈，更不敢与人直视。三叔本想拉他一把，李中平就被吓得哇哇大叫起来，最后用被子紧紧捂在身上，全身不停地颤抖。三叔看他这个状态像是中了邪，就请来村里的老王头。看到李中平他妈递过来的钱，老王没看一眼，径直地往里屋走。一进屋就看到李中平还是蜷缩在墙角。老王看到李中平的脸色顿时就变了，转身就往外走，无论他妈在后面怎么哀求。最后老王无奈地说，看到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缠着李中平，有着巨大的怨气，肯定是在外面惹了祸。说完老王转身就往门外走。一听有年轻女孩的魂缠着他，他妈知道李中平祸害姑娘的事情没少干。由于之前本地人好面子，大多都是忍气吞声。第二天李中平他妈还是选择报警，受到惩罚也好过整天疯疯癫癫。可屋内却没了踪影，可也不知道是谁家姑娘受到了伤害。警察就开始寻找李中平的踪迹。几天后收到报案，在一片荒地发现李中平的尸体，死因是肾上腺素分泌过量，心脏猝停，也就是被吓死的，死状非常惨，钢筋头也不知道被什么动物咬得血肉模糊。旁边还有一具女孩的尸体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李中平。世上有3苦，撑船打铁做豆腐。李中平每天凌晨2点就得磨豆子，烧豆浆再压成豆腐，趁着天微凉出去走街串巷的吆喝着卖。虽然豆腐做得很好，但有个缺斤短两的毛病，看着秤是高高的，但在秤砣里面早已经被动了手脚，一斤能缺半斤。偶尔会碰到一些细心的人，
回家会称一下。等找到他理论的时候，他就解释自己称是不会有问题，最后还得表现出是别人想占小便宜，再大大方方的再给他们添一块豆腐。旁人也会觉得李中平为人和善，不愿与人争吵，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这天李中平去赶集，路过一片树林，听到有人喊他，树林里走出一个老太太，要买2斤豆腐，可2斤豆腐上秤只有几两重，他又往秤上放了几块，可秤还是不够2斤重。李中平就寻思是不是秤坏了，老太太却说秤没毛病，是他良心出了问题。这话让他浑身一激灵，看着老太太恐怖的一幕，李中平还在琢磨这话啥意思。老太太手一下子就插进了他的胸口，把心给挖了出来，又在地上捡了一块石头放进他的胸口，说什么时候不再缺斤短两，良心就会再长回来了。李中平疼晕了过去，等自己再醒过来，也没见什么老太太，可自己的胸口却疼得厉害。他瞅那老太太出来的方向，有几个破败的坟包。李中平强忍着疼痛回了家，在床上躺了几天，从那以后就落下胸口疼的毛病，直到后面换了一杆秤，再也不敢缺斤短两。这是发生在黑龙江的一件真实事件。男人为了练胆分尸2具尸体。06年9月份，黑龙江绥宁县派出所连续接到2起失踪报案，先失踪的一个叫刘娟，另一名女子叫张梅，至今了无音讯，家人和警方都毫无线索。在张梅失踪后，他侄子路过一家废品回收站，无意中看到和张梅一起失踪的3轮车，于是他把这一情况报给了警方。在对废品站老板的问话中得知，3轮车是一个叫李中平的人卖过来的。李中平是当地的肉贩，经营着一家猪肉铺子。而李中平的妻子一见有警察上门，神情异常紧张，慌忙地将一根绳子上晾的肉往下摘。警方上前阻止了他，而且他手中的肉并不像猪肉。在搜查中，从冰箱里找到了大量的人体组织，当即带走了他。随后就在他家蹲守李中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埋伏的警方抓了起来。在对其审问中，李中平交代了杀人分尸的犯罪过程。他跟2个被害人不认识，只是在路上碰到卖鸡蛋的2人，以买下全部鸡蛋为由，将2人骗回家其杀害。而3轮车是拆毁卖了废铁，又以卖肉为便利，将死者分尸把肉卖掉。而他这么做的原因，只是为了练胆。他最想杀的是一个叫张远的猪贩子。李中平跟妻子东拼西借凑钱办了个养猪场，张远到他那里看猪，2人因为价格没统一，趁李中平不注意往猪嘴里下了药，隔天几百头猪全死了。李中平找他理论，2人就动了手，结果李中平被警方带走，张远故意不和解，导致李中平被判1年半。关押期间，就连父亲去世都没能见上一面。出狱后，把一切的不顺和不公平都怪到了张远头上，并发誓早晚要杀了他。而他最终都将怒火发泄到了无辜的人身上。夫妻2人最终被判了死刑，张远还在法庭外面偷着乐。